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嗨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姆与精美新知。好，很诡异。你看，我们今天主持人。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哦，跟这个面膜有关系。我们今天来卖面膜，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要来讲关于脸部构造的一个疑问。比如说，你今天去看有些广告啊，或者是你今天看到什么音波、电波，他跟你讲我们什么能量有达到 SMAS 筋膜，你会一直听到 SMAS 筋膜这个词。那你有时候会听到说，我们脸为什么会垂？因为你的韧带松了。你会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一个人他会显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脸松了，他垂了。那脸为什么会松？为什么会垂？跟你今天这两个构造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叫做筋膜，一个叫做韧带。我们今天就在讲这个。那在讲这个之前，我大概介绍一下我本身的专长啊，就是拉提脂肪跟脸部的构造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 evidence based 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实证医学啊，不是一些话术。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你会学到很多医美上面真正的一个知识哈。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做 SMAS 筋膜层？它跟我们中医的筋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它真正的名词应该叫肌膜，它是属于一种比肌膜还要浅层的一层膜状组织，它只有脸跟脖子才有。那它的范围在哪？为什么他今天要带着这个面膜？好，还有反应好。那我们脸上的 SMAS 筋膜真的就很像这样，整个脸跟脖子都覆盖，甚至它的构造摸起来也跟这个面膜很像。我们的皮肤有点像是这个口罩绑的这个带子，有点弹性。那我们脸上的筋膜就很像口罩的罩子，就像这个面膜不织布，它是一个比较韧的东西。可是呢，它会露出来几个洞，一个是眼睛这个洞，再来是嘴巴这个洞，再来是耳朵这个洞，再来是鼻孔这个洞，这4个部位的洞呢，刚好没有被筋膜盖住。那这个 SMAS 这个筋膜呢，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最主要有2个功能，一个呢，它就是用来连接表面的皮肤跟底下肌肉之间，所以当你的肌肉收缩的时候，会借由这个筋膜去扯动你的皮肤。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可以用来支撑你脸部的轮廓。所以 SMAS 筋膜我们现在清楚啦，它只有脸跟脖子才有，身体基本上是不会讲到这个 SMAS 筋膜层的。那另外这个 SMAS 呢，它跟脸部的支撑还有表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哦。那很多人就会上网去查啦，或者是你看很多网站就会说，你们看这个图，我们的脸的构造从最上面皮肤有分这几层，然后皮下脂肪，这也是筋膜，然后下面就是肌肉。或者你看到这个比较立体的图，告诉你，皮肤皮下脂肪 SMAS 在这里，下面就是肌肉。各位，如果你看到网站上用这个图的，你就不要再看这个网站了。这个网站的资料已经远远的落后医学资讯至少10多年了。真正医学观念它是这样子去分的，不是像前面那样子，筋膜下面就是肌肉，或者筋膜下面就是骨头，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更棒，好像一个蛋糕，浅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这里就是筋膜。这一层都是筋膜，筋膜的下面就有这些膜状的构造。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如果今天网站上放的图是这样子的一个构造，这才代表它没有跟上时代，它用的不是旧的方法，你难以想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很多老医师他如果没有 update 的话，他也不知道筋膜下面有这个构造，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认为老化跟下垂最重要的关键。它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演化出筋膜来？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没有？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可以在那边随意这样做表情，不行吗？大腿做表情不行吗？可是我们的脸可以做出各式各样不可思议的表情。我们的脸中间呢多了一层，就是所谓的 SMAS 这个筋膜。它呢是一个中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筋膜呢，它底下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构造呢，这个叫做筋膜室。这个筋膜室里面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它是一个比较疏松的区域，所以你的筋膜就可以在这边滑动。所以你脸上要做表情，要那边挤动，哇，很棒。可以滑动得很顺畅，因为你的筋膜是架构在一个浮动的筋膜室上面。但问题来了，这个筋膜呢，它随着时间它会老化，
它老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张年轻的图。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筋膜下面呢，它有一堆这个蓝色的筋膜室。随着时间呢，这个筋膜室它会开始越来越松，于是你的筋膜就往下垮下来。就是我说的筋膜室，蓝色筋膜室，它本来应该是粘合的很紧，随着时间，这个筋膜室越来越垮，越来越垮，你的眼睛往下垮，你的苹果肌往下垂，你的嘴边肉变明显。你看它两边的脸，现在大家知道 SMART 筋膜为什么跟我们脸部的下垂有关系。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它为什么我们诊所一直在强调，你今天做埋线的时候，深层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现在的研究发现，我们脸部的松弛跟下垂表皮的原因只占20到30%，筋膜以下它是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你今天做手术拉皮，你如果没有做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 就是3层次拉皮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处理到你底下这个深层筋膜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拉提的效果就很有限，它没有办法真的处理你的苹果肌下垂，处理你的嘴边肉。韧带，我们讲了脸上的 SMART 筋膜，现在大家知道它就是这样一个像面膜一样，你想象一下就像是皮肤底下一层面膜的构造。那到底什么是韧带啊？韧带我知道，就是像猪筋啊、脚筋啊，那个不叫韧带吗？不是脸部的韧带它像这样一个构造，像一棵树。这个树呢，它的树根是长在我们的骨头上，或者是长在一些大块的肌肉上。这个韧带呢，这个树呢，它会往上长，会穿过中间的这一层筋膜，然后呢，会有一堆树枝延伸到我们的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我们再看脸上的韧带，这几条很重要。从最表面我们开始看，就像我讲的，它从我们的骨头或是一些大块的肌肉长出来，像一棵大树一样，树干在深层，树枝、树叶穿过我们的筋膜到浅层。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穿过红色就是我们的筋膜。它呢，就是沿着我们的骨头这样长。不过超乎你的想象啊！大家很多人都想说我们脸部构造不是很了解了吗？事实上，我们脸上的韧带除了这几个之外你看我画黄色的这几个区域，是我们这15年内新发现的脸部韧带我为什么要特别画这个上去？很多人说医生知道就好，没有，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都有一直在 update and upgrade。因为随着这些构造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以前有一些我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它现在可以解决了。因为原来它老化的原因是来自于这几个以前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韧带。那这个韧带它跟这个 SMART 不一样。你可以想象SMART 这一层它跟我们的脸是平行的，可是韧带它是垂直的，它是去抓住我们这些构造的。所以随着时间，当你的韧带慢慢它抓的力量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的脸也会松，也会垂。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影片，这是我们脸的构造，一层一层的，我们的皮肤跟皮下脂肪浅层打开，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筋膜打开。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脸的构造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图。这个是我发表在国际论文上面的一个动画，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像树一样的东西就是脸部的韧带，这个红色的呢，这个就是筋膜，筋膜下面呢就是我说的筋膜室。本来你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立体的，但随着年龄，你的韧带松了，你的筋膜是松了，于是它就垮了。这就是我们脸部松弛跟下垂的秘密。你要去矫正松跟垂，不是只有处理你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你要处理的是筋膜跟筋膜下面的问题，才有办法重新让它回到立体跟挺立的一个效果。就像这样回到你年轻的时候，
所以，今天看我们节目，你就突然了解了啊，原来我常常听人就说啊，我们要打能量，要打到筋膜，我们什么筋膜？到底什么是筋膜 ？SMART 筋膜就是像这个面膜。什么叫韧带？韧带就是好像长在我们脸上一棵一棵的树，它去抓住你的脸上的组织。我们脸为什么会老？不是那么简单，什么胶原蛋白流失，讲这个就只是纯粹商人的话术，跟你的筋膜。SMART 筋膜跟你的韧带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这个是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很有趣，你觉得？我觉得很有趣，你觉得？这怎么那样？除了垮下来，要把你今天都没讲话韧带我知道。我觉得很有趣，你觉得？好伤心哦！我准备了这么久，大家都听不懂吗？但是我相信呢，如果你对你的脸在意补充这样一个知识，你才不会被话术骗。这些东西你平常你找不到一个很明确的资料让你了解，你看我们节目花5分钟，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新知。好，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蛮有趣的对你想要变年轻变美是有帮助的，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那如果你转发给一个朋友，告诉我们的小编，他们会把这本书的电子档发给你。那如果大家对自己的脸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或者 WeChat， 可以私讯我们。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你今天都没讲话哇，当然这一集的那个出席费好好赚。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